佩洛西仍不放弃窜访台湾地区，特朗普公开谴责佩洛西的行径。但是要注意，此人的言行不等于是为中国好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佩洛西已经开始了其亚洲之行，到现在仍未明确的放弃窜访台湾地区的可能。拜登刚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视频会谈，再次承诺不支持台独，但是他说的可不是限制佩洛西访台。现在的局势非常诡异，除了解放军，几乎没有力量能够阻止佩洛西挑起一场军事危机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候，此前在美国国内一直被佩洛西追杀的董王，也就是被称之为川建国同志的特朗普，罕见的发声，他指责佩洛西此行不合适。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道，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洛西如果访问台湾，将加剧美国与中国的矛盾，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他还强调，佩洛西介入台湾问题的目的只是为了制造问题并捞钱。窜访台湾地区目前仅被佩洛西列为暂定的行程，很可能是他心里打定了主意要窜访台湾地区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担心，其行程还没有安排好，也可以说此行是骑虎难下，最终他必须要在本人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之间做平衡。当然他还要考虑自身的生命安全。而特朗普一反常态，没有像其他共和党议员一样把佩洛西放在火上烤，而是非常理性的认为这个疯婆子不应该去台湾，甚至认为呢他动机不纯。当然特朗普的这些言论并不是为了中国好，而是站在美国的利益考虑问题，甚至呢超越了他本人与佩洛西之间的恩怨。董王在这个关键时刻所站的高度还真不是佩洛西能比的。就在前2天，特朗普刚刚重返华盛顿，在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举办的会议上发表政策演讲。这场演讲被认为是他鼓动了向民主党发起反攻的冲锋号。按照拜登现在30%的支持率，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绝对强势地位，他在2024年的回归概率极大。在美国保守派团体美国转折点举办的会议上，近80%的与会者支持特朗普成为2024年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。而特朗普呢，曾在一次私人的活动中将自己称为美国的第45任和第47任美国总统，可以说是自信满满，胜券在握。特朗普最近对中国的态度呢也比较好玩，比如他在推广自己的政策时，往往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大加赞扬。特朗普认为，处决一名毒贩，你将拯救500人的生命。中国可以很快的把毒贩给突突了，而美国就完全不行。对于佩洛西，特朗普最近呢也是火力全开。他刚刚在一次会上公开的叫骂佩洛西就是个疯子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就是个神经病。美国面临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，就像南希·佩洛西这样的疯婆子，看看她的丈夫，每次发生什么事儿，她丈夫都会买股票，然后就赚了很多钱，赚了1亿美元。特朗普这里说的正是佩洛西成就国会山股神的事儿。他目前正因为涉嫌内幕交易而被调查。佩洛西企图窜访台湾地区，也是转移风险的一个招数。特朗普和佩洛西的梁子结大了，可以说是不死不休。而特朗普此次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，还真的是为美国好。首先，美国在面临严重的国内通胀、俄乌冲突和伊核协议等问题的情况下，通过佩洛西的一次出访引爆台海冲突，将对美国自身是一场外交灾难。要注意一点，此次挑战中美关系，引发激烈对抗，对中国大陆、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。而美国可能是其中最被动的一家，因为一旦解放军出手阻止了佩洛西的行程，那么陷入两难境地的就是美国。如果挑起了战火，美军根本就没有准备好，
打是打不过的。如果就此认怂，那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的冲击可就要了命了。其次，佩洛西想通过外访转移其在美国内部的危机，这是把私利放在国家利益之上。而特朗普是一个坚持美国优先的人，不是特朗普不想挑衅中国，而是不能让挑衅变成佩洛西和民主党的一场作秀。最后，特朗普此举还是为了铸造自己理性领导人的地位。特朗普在位时曾经因为坚持美国优先而不断的退群敲诈盟友，但是他有一个标签，那就是和平总统，也就是在他任内没有发动过一场战争，所以他一再否认自己曾经计划过南海10月惊奇事件。在佩洛西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时候，他站出来反对，可能显得自己远比民主党的政治领袖更加理性，这对他的选情或许非常有利。总体来看，特朗普反对佩洛西访台，证明他真的是懂王，他懂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，当然他也懂得美国的利益所在。不过最终呢，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这一次我们是不是要给他点个赞呢？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